為什麼在明朝中國，暴徒襲擊了傳教士之後，反而可以先跑去官府告狀，並且真的可能贏？為什麼官員在處理案件時，往往不是先查事實，而是先考慮自己的面子、利益和仕途風險？當司法可以被私人恩怨左右，一個社會還能不能稱為法治社會？為什麼傳教士為了自保，不是去伸張正義，而是主動拆毀自己的教堂，隱藏財物，甚至向加害者示弱？當長期生活在權力不穩定的環境中，人們会不會逐漸形成討好強者、回避衝突、犧牲原則的生存方式？歡迎来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杀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讓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窦中國札記》第14章，邵州又發生了麻煩。當這一切事情正在南昌進行時，郭居敬神父正在邵州學習中文，仿效利瑪窦的榜樣。為了促進基督教的事業，他穿上儒袍。他造訪官員時穿着這種袍子，並總是得到他所尋求的效果。當時在邵州，基督教好像停滯在平穩的航向上。然而在附近的一個城鎮，有些所謂的小知識階層的人，他們好像一心想找麻煩。在邵州這一特殊的區域，有一個沒有教育的階层，比其餘的廣東人更野蠻。後者實際上把這群人叫做野人，而這就是妨礙教團發展的因素。一天晚上，有一群暴徒，其中大多喝得半醉，要進屋裡來。當遭到拒絕時，他們就採取武力，開始朝大門以及整個房子扔石頭。僕人出去把他們趕開，趕入河邊他們的小船裡。他們在船裡聚集了新的同夥，重新進攻房屋。在继之而來的一片吵鬧中，僕人不願讓步，但他們人數不足以抗擊攻擊者。當神父很困難地把事情了結時，幾名受傷的入侵者被接到屋裡来治療，餘下的都撤退了。但撤退的人有的也受了傷。第3天，要麼因為他們余怒未息，要麼因為他們不願被控進行襲擊，那夥暴徒的頭頭趕快到長官衙門去上告。這兒有一群聚集的群眾吵鬧喧嘩，叫着說他們被教團裡的人欺侮和打傷了。在這裡加一句，此情此景完美契合了中國的那句諺語，惡人先告狀。好，繼續回到這本書。同樣有一群起哄的群眾穿過城內的大街，一路停下來去拜見官員。他們先到的2個衙門，法官都拒絕發給他们拘捕令。法官說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從不打擾人，而倘若他們自己受了害，那必定有其原因。還有第3位官員，也就是長官的左二和教團的敵人，他毫不遲疑地運用他的職權，以圖報復他認為是神父對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當他想要他們的天文鐘時，神父們沒有把他留給他家。他接受了暴徒的訴訟，把教團的2名僕人叫到他的衙門，當着原告的面痛打他們。有一位世俗教友朱明人隨他們來到公堂，看看能否用申辩或祈求使他们获释。他在衙门刚一出现，幾個認為法官袒護他們訴訟的後生，就馬上抓住他，拖他到兇猛的左二面前，嚷道他攻擊和傷害了他們，更有甚於別人。法官再次根本不聽被告的話，毫不猶疑判處這位修士鞭刑，還有如下的更丟臉的刑罰。他們有一塊4方形約1碼半的木板，中間開一個洞，寬可圍住人的脖子，木板可開可關，讓頭伸出來，而手在下面夠不着嘴，這樣不讓人吃喝，除非別人餵他。這個修士被戴上這種刑具，在衙門口站1整天，板上有告示說他膽敢毆打生員。這種刑罰在本地是常見的。這樣來安撫之後，法官就遣散了群眾。郭居敬神父決心要補救這種惡劣的局勢。他的看法是，教堂建築是用以作為尋釁借口的，所以他決定把它轉移到一所私人禮拜堂去。他這樣做不僅是出於上述的原因，也是為了避免由他引起的和尚的醜名。除拆毀教堂之外，他還幹了些被證明是非常及時的事。他把家中為客人們所特別喜愛的每件裝飾品都取下來不讓人看見，
首先，為的是不招引好奇的人；其次是表示對他們所受冤枉的商導。這樣做過後，他們生活得安靜了些，但還不是完全沒有騷擾。最後，他把那個曾經被捕的修士送給利瑪竇神父，並要他另派一名傳教士來交換。利瑪竇神父如言辦理。這些事發生得很巧，因為不久以後，就有幾位官員到達邵州，聲稱他們想看看歐洲人和他們所帶來的器物。他們所看到的卻是一所實際上已被拆毀了的房屋，屋內一切幾乎都給搬走了。他們對這些十分失望，毫不猶豫地把它歸於陪同他們前來的那位左二，說他主管訴訟而對整個案件處理不公。他並不否認這點，反之，他公開承認自己的過錯，抱怨說他被那群假充斯文的暴徒逼得有失公道。他低聲下氣地當場請郭居敬神父原諒，並且為了安慰他，邀他到附近寺院來，為來訪官員所舉行的隆重宴會。宴席上，他確實彌補了他所造成的損害，對郭居敬神父大加稱讚。大約在同時，有一位官員是兵备道的成員，他有权管辖整個邵州地區。他到達邵州城，儀仗煊赫地拜訪教團。當他走進來時，他請郭居敬神父坐在他身旁，這在他首次訪問時被視為是異乎尋常的禮貌，大大消除了過去的一切損害。但我們別忘了當時那個左二，想到他的魯莽行動所造成的傷害，他仍然害怕，唯恐獲得一個殘暴的名聲會使他丟官罷職。於是為了彌補此事，他就自願地出了一個告示，把整個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把罪責全推給了所謂的讀書人。告示宣布教團無罪，真理的力量就是如此。最後他措辭強烈地再三提醒人們，不得冒犯神父或他家，違者重罰。郭居敬神父就這樣在沒有其他教士的幫助下工作到1597年。被提名去做他的同伴的人身體衰弱，留在澳門，因為把一個有病的人送到气候不良的邵州去，似乎是有點危險。除此之外，范里安神父奉耶穌會會長之命，不再負責印度的教團。他當時以教會視察員的名義，僅僅管理日本和中國的教團，因此他不能把教士從印度派到這裡來。孤獨而工作過度，郭居敬神父害了重病，幾乎不能痊癒。他被迫最後返回澳門，同時在澳門的葡萄牙神父羅如望，儘管身體不好，仍被派去接替他。他奉命待在室內，盡量看守房屋。這時刻，耶穌會視察員從印度到來，任命龍華民神父為郭居敬神父在邵州教團的助手。他們將同時返回。羅如望神父仍然被認為是健康不佳，被召回澳門神學院，擔任一些輕易的工作。然而，這位神父堅持得很不錯。事實上，他的健康在邵州要比過去在澳門時好。正在他完成了學業，準備應用的時刻，卻從他稱之為他的首次使命中被撤回。他感到失望和惋惜。他愉快地把自己的情況向视察员神父提出，並且使大家都高興的是，他被批准和另2人留在一起。這時，這2個人正在赴邵州的途中，並和他平安無事地會合到一起。第4卷第1章，回到南京。交卸了自己肩上印度傳教會的負擔之後，教務視察員范里安神父在去日本之前，一心想把中國傳教团建築在一個可靠的基礎上。根據他自己的經驗，他已經充分了解，要想在中國實現前幾年的建議，也就是由教皇或天主教國王向中國皇帝派遣一個使節，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也不認為這樣一個使節會是促進中國基督教的最好方法。他認識到，中國傳教團已經較預期的取得了更多進展，並日趨昌盛。他特別把這件事歸之於上天的幫助和那些比較了解中國情況的人的謹慎和勤奮。儘管他手頭的力量薄弱，他決心提高他的聲望。由於各種原因，從一開始他就想到，傳教團由澳門神學院院長管理是不利於工作的。他並不在傳教團的現場，因而不能期望他能體會他的困難。那是很自然的，由於相距太遠，常常會失去要求傳教团採取迅速行動的良機。
他的結論是，傳教團監督應當是一個一直在中國內地生活和親身在場的人。澳門神學院院長孟三德神父已經老了，不能要求他去中國內地。在這些深入葡萄園的人之中，利瑪竇神父年紀最大，對中國人最有經驗，因為他曾長期在他們當中居留。因此，利瑪竇神父被任命為整個傳教團監督，按他斷定對傳教會有益與否，有全權指揮教團，並在最有成功希望的地方開闢一個新中心。作為監督，他有同教務視察員相同的權利。視察員神父特別向新監督建議的是，盡一切努力在北京開闢一個居留點。在他看來，除非有某個人被皇帝欣然接待，否則長期居留在中國就沒有任何保證。為了促進他設想的目的，視察员神父搜集了他認為凡是有助於這個目標的所有物品，都送往南昌府。其中有一尊從西班牙寄來的聖母像，一尊救世主的基督像，一個大小適中、制作精巧、用齒輪結構的自鳴鐘，能爆出1點鐘、半點鐘、1刻鐘。這座鐘是耶穌會阿瓜維瓦會長神父送給傳教團的，希望傳教團能以已經開始的同樣方式繼續得到發展。菲律賓主教也給中國傳教團的視察員神父送來一個和前一座大致相同的鐘。除了這些以外，他還在澳門搜集了他認為會對傳教團有用的各種東西，全部寄到南昌。這時，被指派到中國內地的傳教團的人都逗留在澳門，等候機會出發。在逗留期間，視察员神父要求神學院院長供養他們，像他從前那樣。當時他們是在他的管轄之下。他還做了這樣的安排：中國和日本2個傳教會應當共有1個代理人或者司庫。他將管理天主教國王捐贈的補助和其他人捐贈的救濟金。澳門的葡萄牙人對這2個傳教會是經常給予慷慨捐贈的。這件事我們現在要提一下，免得將來忘記。利瑪竇神父這時正在澳門，他曾幾度任印度傳教團的監察，他具有管理本會的必須品質，對中國特別有興趣，所以視察员神父任命他為澳門神學院院長。該院被認為是日本和中國2大傳教團的共同進修院。前院長孟三德神父在這大變動的歲月裡管理過本院，他的宗教神聖生活在他退休後不久就結束了。他青年時候加入耶穌會，多年以來直到老年，他的智力天才和他的許多其他方面的稟賦表明他是一個有學問的教授，一個卓越的宣教士，特別是作為一個宗教監督而受到國內外每一個人的愛戴。明白了視察员神父的心思後，利瑪窦神父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計劃着進入北京皇城。他首先想到聯繫他的朋友建安王，這位王爺在血統關係上與御魏的君主最近。他讓他看了準備送給皇帝的鐘和其他禮品，然而經過重新考慮，他肯定這種接近方式是無用的。他警惕到這樣一個事實：皇帝不僅使他的親屬置身於公共生活之外，而且實際上還在保衛自己以防範他們，唯恐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毫不遲疑地接管他的地位。這樣一種接近方式對他來說是危險的，實際上他會使整個傳教團完全毀滅。此外，他還斷定，即使所說的王爺沒有意識到皇帝的戒懼，他也毫无疑問不會對這個計劃感興趣的。利瑪竇聽說我們所認識的王某，在他從北京去南方海南省他的故鄉的旅途當中，曾訪問過在邵州的傳教團，並同神父們非常熟悉。他還聽說此人已被皇帝重新召回南京，主管禮部。知道這些情況後，他就告訴郭居敬神父，在王某的旅行歸途中和他聯繫，因為他曾答應當他回到朝廷時，他將讓神父們和他一起修改中國曆法中關於星座的某些錯誤，以及解決一些其他數學上的難題。王某一到邵州，郭居敬神父就去見他。他問到利瑪竇神父，當他得知利瑪竇在南昌省城時，他很高興，並說他將在那裡會見他。郭居敬神父提出想陪同他一起到南昌去和利瑪竇談這事，他同意了。在此期間，邵州住處由龙华民神父照管。
郭居敬神父便前往南昌，而王某現在成為尚書的，卻已經在預定時間之前的2天動身了。郭居敬神父就日夜兼程去追趕他。實際上，他早點動身倒是對神父們有利的，使他們有時間可以商量要做的事，並安排打點行李。他們的意見都認為，郭居敬神父應當陪同利瑪竇神父。王某到達後，南昌府的神父們就去拜訪他，並帶給他一些歐洲禮品。他特別喜歡他曾在邵州見過的玻璃三棱鏡，他認為這是一塊具有巨大價值的寶石。尚書被皇帝召回官复原職，非常高興，並希望這將成為升任北京相應職位的一個晉升之階，那會給他以閣老的最高權威。在他們第一次拜訪時，神父們就及時談到他們自己的事情，並說他們很想去北京，給皇帝帶去一些禮品。尚書要求查看禮品，並大為高興。為了使事情順利進行，他們向他保證，他們所希望與皇帝的沒有別的，只不過是他的友好，並且他們願意付這筆旅費，遵守必須注意的事項，做出一切必要的準備。尚書回答他們說，他很高興不僅要他們陪他一起去南京，而且還一起去北京。他將到那裡去1個月，以慶賀皇帝的誕辰，那將是第8個月的17日，或者我們所說的9月17日。他認為這會是向皇帝獻禮的好機會，這些禮品都是皇帝先前從未見過的，這是對他們的計劃非常有利的好機會，他們不可忽視。利瑪竇雇了一艘船，帶上郭居敬同行，希望他能有所幫助，並讓另外2個人留守南昌，便匆匆啟程了。隨同神父們一起的還有2個兄弟，一個叫鍾明仁，一個叫尤文輝，2個都是中國人，帶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門本地人。他們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時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當他們受洗時，就取了葡萄牙名字，而在這時候，他們似乎倒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國人。神父們用他们的葡萄牙姓名稱呼他們，這對歐洲人來說更為熟悉。臨行時間匆促，他們未向好友辭行，甚至也未向地方官告別，怕的是受到攔阻。他們甚至不操心去取得旅行護照，像在過去其他的場合那樣，有這樣一位特殊的大官同行，要比護照更保險。實際上，他們做這次旅行會使南昌的居住點更為安全，並加強了整個傳教團的地位。沒有任何官員敢於反對朝廷尚書的主意。所出現的這種情況，正是他們所盼望的。不管在邵州或是在南昌，再也聽不到反對他們的竊竊私語了。在1589年，施洗者聖約翰節第8天後的次日，他們乘船離開南昌。在去南京的航程當中，他們和尚書更加熟悉了，並以適當的贈禮贏得了他的孩子和僕人們的情誼。他們更為幸運的是，還結識了一個人，尚書所有的事情都要與此人商議，他幾乎居於總管的地位。他是尚書夫人的兄弟周某，性格天賦善良，與神父們終生保持友誼。在旅途中，他們商議了使這次計劃得以愉快完成的辦法。尚書建議一座鐘送給皇宮的主管，另一座鐘送給宮中的一個大太監。利瑪竇神父都不肯把一座鐘送給任何人，除了給尚書本人。這似乎使他無比高興，他們同意了這種辦法，事情就這樣商定了。一座鐘送給了尚書，他學會了開動和在必要時進行調整。他們一到南京，就驚奇地發現人人惶懼不安。日本人在武裝侵犯中國的附屬國朝鮮中，已經越過了國界。由於這種情況，沒有人願意接待神父們到自己的家中，因為剛剛通過一項新法律，嚴禁任何人窩藏一個衣服或容貌有嫌疑的人。就在幾天以前，還捉到過幾個日本間諜。由於這樣一項法律的實行，所以沒有人敢於接待神父們。他們被留在小船裡，天氣酷熱又沒有任何保護，甚至尚書本人也不敢運用他自己的權威。相反的，他幾乎嚇得發抖，生怕有人控告他秘密帶進來外國人。利瑪竇神父曾好幾次進城拜望尚書，但總是乘着遮起來的轎子，而且即便以這種方式，他也不能旅行，除非是向驻軍司令通知
他的到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次秘密的敗亡。他還敘述有次駐軍司令派兵捉拿他，但當他告訴他們他是到總督府去的，他們就放他過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怎麼辦？他們決定從南京向皇帝呈上一份請求書，但這必須通過當地的通政使進行。利瑪竇神父的這份請求書是由一個著名的文士寫成的，撰寫人要了差不多8個金幣，但這種想法全部化為烏有了，因為這位通政使官員雖然是尚書的一個好友，但卻無法說服他對於一個外國人給皇帝的請求書表示關心。他建議尚書把神父們帶去北京，在那裡他更便於向皇帝呈交申請書，也許效果會更好。由於這種建議，神父們在南京的全部責任又推回給了尚書。以上是這本書的原文部分，後續從解讀中國文化的視角做的幾點思考。第一，這種惡人先告狀的土壤，邵州的野人闖入傳教團打砸，受了傷，卻先去衙門反咬一口。更荒誕的是，法官明知原告是暴徒，卻因為傳教士之前沒有送鐘錶給自己，從而判處傳教士獲刑並戴上枷鎖。這說明在當時的基層司法中，證據不如關係，良知不如私欲。所謂的禮儀之邦，在底層運行邏輯中，竟然是如此赤裸裸的叢林法則。法律在這裡不是為伸張正義，而是權力者發洩私憤的工具。第二，身份的隱形，從聖徒到家奴。利瑪竇在進入南京時，不得不躲在遮蔽的轎子裡，像個見不得光的間諜，甚至要靠自稱是總督府的家客才能躲避抓捕。當真理的傳播者必須依附於權貴的蔭庇，甚至要冒充仆从時，這種人格的矮化換來的成功，也許並不是在弘揚信仰，而是在向中國的官本位文化徹底投降。為了接近最高的皇權，利瑪竇幾乎放棄了作為一個獨立宗教領袖的全部尊嚴。第三，禮物的政治分量，那座帶報時的鐘。范里安神父從歐洲寄來的精巧自鳴鐘，在利瑪竇手中變成了通往紫禁城的門票。尚書學會了調表，便覺得自己掌握了某種神秘的近身之階，這預示了中西交流的一個悲劇性開端。西方帶來的時間精確性與科學理性，在中國皇權的眼中，僅僅是被視為討好皇帝的玩物或貢品。科技被政治化，是這個帝國無法產生科學革命的悲劇基因。既然官方的保護在夙願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薄紙，而那個因要不到天文鐘就恼羞成怒，甚至不惜毒打傳教士的左二官，在被更高級的官員質問後，竟然能瞬間承認過錯，低聲下氣。在中國這個權力至上的等級社會裡，正義並不主持公道，而是單純的官大一級壓死人，在維持秩序。當日本入侵朝鮮的戰火引起了南京城的全民恐慌，連堂堂尚書都不敢在家裡接待2位相識多年的傳教士。這種見夷擊布、草民皆兵的社會氛圍，揭示了一個龐大帝國在面對外部危機時，並不能擁有強韌的凝聚力，只有一種根植於骨子裡的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病態恐懼。您認為，當利瑪竇拿着那封價值8個金幣、由文人潤色的天花亂墜的請求書時，他是在試圖用上帝的話語去感化萬曆皇帝，還是在用一種中國式的表演去敲開那份冰冷的大門？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3卷第14章，邵州又發生了麻煩，第4卷第1章，回到南京。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